西游记》第49回，三藏有灾沉水宅，观音救难现鱼篮。可怜的师傅又被妖怪给抓走了，徒弟三人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来到水底找妖怪算账。只见这妖怪住在一个叫水源之地的地方，身边围着许多鱼虾螃蟹。三个人在门外一合计，这能力最强的大哥孙悟空不善水战，在这里摆开擂台难免要吃亏，不如让孙悟空先回到空中，让擅长水战的猪八戒和沙和尚在这里与妖怪缠斗。如果能赢，那再好不过；如果打不过呢，也没关系，把妖怪引出水面之后，再让孙悟空一棍子解决了他。这三个人说干就干，猪八戒和沙和尚先来上前挑战，和这灵感大王一共鏖战了2个时辰，却依旧没有一次转胜的机会。没有办法，只能把这妖怪引到水面上，让孙悟空接住这妖怪继续作战。还没到3个回合，这妖怪就感到自己完全打不过孙悟空了，索性钻回水中藏了起来。等到猪八戒和沙和尚再进去的时候，就发现大门紧闭，这妖怪已经不敢出战了。遇到问题怎么办呢？南海观音来帮忙呀！每每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，只要找到观音菩萨，总有一个圆满的结果。这次孙悟空又来到了南海，找观音菩萨帮忙了。只是这次观音菩萨的形象却和以前大不一样。只见他撸起袖子，手持钢刀，正在削竹子皮呢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观音就做出了一个竹篮子出来，然后也没化妆，就赶紧跟着孙悟空来到了通天河。观音把竹篮子往通天河里一扔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看见这竹篮子竟然捞起了一条亮灿灿的金鱼。原来这灵感大王以前是观音菩萨莲花池水中的一条金鱼，每天听观音菩萨讲经，就修炼成了妖怪。他又趁着海水涨潮跑来了这通天河，在此地自称为灵感大王，为非作歹起来。现在菩萨把他收走，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不过妖怪是不见了，这通天河是实实在在的摆在眼前呐，它实在是太宽了，如何渡过去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。师徒4人正在发愁，突然从河里钻出一个赖头猿。这老猿已经在此地修炼了1300年，早已有了灵性。听说唐僧要过河，他就自告奋勇，让师徒4人站在自己的背上，把他们运送到河的对岸。而且呀，他还不要钱，只是在临走的时候向唐僧提了个要求，希望唐僧在到达雷音寺的时候，可以问问佛祖，他什么时候可以褪去这沉重的龟壳，变成一个人的模样。回来的路上记得给他个消息，就算是答谢了。面对这样的请求，唐僧当然是满口答应下来。之后呢，就带着3个徒弟继续征途了。在阅读本回目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都会对观音菩萨的形象感到耳目一新。之前的菩萨永远是风度翩翩、娴静端庄，而这次呢，竟然变成了一个劳动妇女，形象反差还是真大。其实呢，吴承恩完全可以把这回目中的菩萨写成之前的模样，让他先静坐在莲花台上，从背后拿出一个竹篮子呀。之所以要改成劳动妇女的样子，就是图一个新鲜感。因为长篇小说写到一半，读者往往会产生审美的疲劳，对固定的人物形象和老套的故事设计都提不起兴趣了。在这时让观音换身衣服，换个形象，无疑能让读者重新提起阅读兴趣啊。现在呢，师徒4人渡过了通天河，前面的道路还会有什么样的妖怪在等着他们呢？咱们呀，下回分解。